在我手上呢，就是 Sony Xperia One 系列的第7代作品 Sony Xperia One Mark 7， 而且索尼子正式回归。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Xperia One 系列至今已经走了7代，如果要我选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系列，我绝对会选坚持。先不说别的，光是在2025各家手机的镜头模组越来越大，手感越来越失控的年代 ，Xperia One 系列真的只能说是一股清流。而且其实 Sony 用的感光元件和镜头模组并不算小，以我手上的 Xperia One Mark 7来说，他们今年也再次更新了感光元件。首先是上面这颗超广角，仔细看明显比上一代大了一圈。硬体也的确从上一代的1200万 2.5分之一寸的 sensor， 这次直接换上了一颗 1.56分之一寸4800万大底超广角。那 1.56分之一寸的 sensor 对比目前台湾市场的各家旗舰，像是 OV、米、果心，普遍都落在 2.5分之一寸上下。Sony 这次可以说是大幅拉了超广角的硬体一把。看到这边就知道 Sony 这颗超广角应该是又有什么新玩法了，这个我们等一下细说。对了，这颗超广角也具有微距拍摄功能。当你把手机靠近主体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切换到超广角镜头，做到微距拍摄。主镜头部分同样采用我们先前有详细介绍过的 Sony Exmor-T 双层堆叠式感光元件，尺寸同样是 1.35分之一寸，没有进一步拉大。不过有一个好玩的点是，去年 1.35分之一寸放在旗舰上，只能说是常规配置。结果没想到啊，才过了不到1年的时间，今年各家国际版旗舰居然相继弃一创而去，回到 1.3分之一寸上下，甚至 1.56分之一寸的时代。而且大家的说法也出奇的一致，说这是相机性能与厚度衡量之下最均衡的选择。我已经看到索尼大法偷偷的在旁边露出了一抹微笑。不过确定的是 ，One Mark 7的镜头凸起程度非常受控，索式美学依旧在线。最后，在长焦上，同样采用 One Mark 6首发的新一代连续光学变焦前望镜头，焦段从 85mm 一路可以连续光学变焦到 170mm， 也就是从 3.5 倍开始，一直到最高 7.1 倍，全部焦段都是光学变焦。那因为最高可以到 170mm， 所以跟各家最近在卷的大底长焦相比，用一句话来说，虽然索尼少了 AI 介入运算的痕迹，但在15到20倍以内的细节也算是非常可用的。毕竟本身的光学倍率就相对较高，来到光学 7.1 倍。但如果要裁切到更高倍率，对没有 AI 算法介入的索尼来说，就会略显吃亏。但今年的光学素质的确是略有比上一代好上一些，但整体来说还是索尼的老样子，只能说相当追求真实。除此之外，这组长焦也支援最短4公分的长焦微距，我这边直接放样张给大家看就很清楚了。这是 S25 Ultra 前望长焦的最短对焦距离。这是小米15 Ultra 的长焦微距，而这是已经超强的 vivo X200 Pro 长焦微距，而这是 Xperia One Mark 7的长焦显微镜。除此之外，今年 Sony 也找来了旗下各部门共同来打造 Xperia One Mark 7，像是 Powered by Bravia 来自电视部门的调教 ，Powered by Walkman 共同强化音效表现。那 Powered by Alpha 那就更不用说了 ，Xperia 本来就有着大量来自 Alpha 相机团队的功能下放。好，开场好像有点太长了。究竟今年的 Sony Xperia One Mark 7实际表现如何？有什么优缺点？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首先还是先从外观看起，但是外观我就不废话，只讲重点。今年的 Xperia One Mark 7除了再次更新了镜头感光元件以及 AI 功能之外，各种索尼的坚持都还保留，并且在选色上，不止这2代很多人喜欢的绿色版本被延续了下来。重点，索尼子。不是，我是说索尼子也正式回归啦。除此之外，我们一开始就来检查一下 Sony 的各种黑科技还在不在。首先 3.5mm 耳机接口。还在，而且不止还在。今年 Sony 在 3.5mm 的接孔上也做了用料升级，他们找了 Sony Walkman 团队一起进来开发之外，在主要接点上更是直接采用了含金焊锡，也就是含有黄金的焊料，并且还用上了非磁性电阻，让这组 3.5mm 接孔的声音更加干净，而且不容易出现杂讯干扰聆听。除此之外，各种好用的硬体都还是保留，包括 Xperia Mark 7的 SIM 卡槽，还是保持免工具就可以拔出来，这真的好用。并且你看看这个卡槽 ，Sony 居然保留了2025年极其稀缺的 microSD 扩充插槽，
还有索尼用户喜欢的指纹辨识结合电源按键，稳定、快速又顺手。再来，在全萤幕时代几乎已经绝迹的双前置立体扬声器，正面出音真的不是任何侧出音能比的。对了，这次的喇叭和音量表现都很不错，值得到现场一玩。最后，如果要说索尼还有什么遥遥领先的设计，那肯定是快门按键。这半年来，一堆手机厂都不约而同的加上了快门键的设计，但快门按键真的还是得看索尼。首先放的位置就对了嘛，大索尼都把作业写好了，放在这个位置就是刚刚好，顺手好触发，完全不会挡到荧幕范围。不管是横着拿还是直着拿都非常顺手。你可以不相信索式风格，但真的不能不听劝 Sony 身为相机大厂的经验。那包括长按快速启动、半按快门追踪对焦、按下快速抓拍，这个相机按键依旧是你习惯之后就回不去的好用设计。而在用料上 ，One Mark 7同样保留阶梯式的金属中框以及点阵设计的后盖处理，握持手感非常稳，不容易手滑，应该是我少数敢裸机使用的机器。正面采用康宁大猩猩 Victus 2， 背面康宁 Victus 玻璃，再搭配上索尼招牌的 IP65、IP68 防尘防水，全部都没有缺席，你要的全部都有。震动回馈上同样采用线性马达，触感利落。接着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这是 Xperia Mark 7，同样采用3镜头设计，分别是这次升级的 f2.0 4800万 1.56分之1寸的超广角，同样具备微距模式。那根据系统抓到的资料，这颗感光元件没意外就是 Sony 自家非常畅销的 IMX906， 没错，就是前阵子很多高阶手机拿来当主镜头的感光元件 ，Sony 直接把它拿来用在超广角上面了。接着搭配上 1.35分之1寸，同样4800万画素的 XMOR-T 双层堆叠式感光元件主镜头，以及85到170mm， 也就是3.5到7.1倍的连续光学变焦镜头，感光元件同样维持3.5分之1寸。那这组长焦也支援了前面提到过的长焦微距功能。那我们首先就从这次大底超广角开始聊起。那 Sony 这次换上这颗超广角最大的原因，除了提升超广角在拍照上的画质之外，更重要的是 Sony 在 Xperia Mark 7上面新增了2个全新录影功能，分别叫做 AI 录影以及自动取景。那这2个功能虽然也可以选择在主镜头进行拍摄，但我个人觉得最适合使用的焦段反而是透过超广角进行拍摄。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聊 AI 录影功能。用大家容易理解的白话文来说， Sony 的 AI 录影可以理解为更强的防手震，再加上自动追踪2个功能的结合。那使用的方式很简单，在相机当中就可以直接选择 AI 录影。接着右上角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锁定的选项，那打开来之后，你看系统会自动将人物维持在至中位置，或是你也可以手动选择你要主体出现在构图的哪个地方。那 AI 录影在实际使用上，我觉得比较适合边走边拍的情景。一般没有练过摄影脚的朋友，光是要画面稳稳的拿着手机往前走就不容易，更别说还要顾虑到构图。而 Sony 这次推出的 AI 录影功能，就是想要让一般人也可以很容易的把构图和稳定这2件最重要的事情做好。所以它不只会自动帮你保持画面稳定，也会同时把人物放在至中或是画面中其他固定的位置，算是对新手来说蛮实用的功能。不过需要留意，在这个模式之下，最高只能录制 Full HD 30fps 的录影规格。那第2个新功能叫做自动取景，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蛮实用了。以邦尼频道来说，虽然我们主要都是用 Sony 的 A7S3 进行拍摄，但是当我们想要有更多机位的时候，最常拿出来当 PC 看的设备就是 Xperia One 系列。只要稍微套一下，整个画面感跟色彩就跟 Alpha 非常接近，画面非常可用。那自动取景这个功能，就是你只要把手机架好，然后打开自动取景，接下来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系统就会自动追踪画面上的人物主体，然后截取出框框里面的画面，变成一个特写镜头。那最棒的是什么？在停止录影之后，你不只会得到框框里面的特写镜头，还会有原始的超广角画面，也就是框框内和框框外的2段影像都会保留。那这对于后期制作来说，弹性就非常高了，你甚至可以切换使用。那特写画面的尺寸，你也可以透过横杆自由调整，看你是要紧一点还是浪一点，都可以自己决定。那最后存下来的2段画面，分别会是原始的 4K30 完整画面，以及自动取景 Full HD 30两段素材，可以自由运用。好，那 AI 录影和自动取景2个新功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除此之外，今年的 Xperia Mark 7也支援了 Ultra HDR 的相片拍摄，所以在拍完照片之后，就可以透过 Google 相簿看到还原现场亮度的照片。同时也支援4800万的高画素模式，但是目前只支援主镜头，超广角只能预设1200万输出。不过好消息是 ，Xperia Mark 7也支援2倍无损变焦的功能，可以覆盖1到3.5倍长焦的缩放需求。而在拍照界面上 ，Sony 同样采用了去年整合后评价不错的新版相机界面，并且维持了我自己很喜欢的传统，就是在界面上你选哪颗镜头，它就是那颗镜头，不会自动帮你乱切，这真的好用。并且在设定当中，也可以开启对焦和快门速度2个手动控制选项。那尤其是对焦这个功能 ，Sony 的相机是可以开启峰值对焦的，也就是你看画面上，现在相机对焦在哪里，哪边就会出现黄色的线条，所以有黄色的地方就是有对到焦的地方，非常直觉。这在拍近距离照片的时候真的好用，对摄影师来说绝对是安心感拉满。另外，在点击对焦之后，左右两边可以快速调整色温和曝光，反正 Sony 好用的设定选项都还是不变。那还有一个不变的地方，就是 Sony Xperia Mark 7依旧没有独立夜景模式，系统会自动判断光线是否充足，如果太暗的话，才会自己启动夜景模式。除此之外 ，Sony 历代累积下来的各种 AI 相机功能，包括 AI 眼部追踪对焦、AI 脸部追踪对焦、AI 宠物追踪对焦、AI 主题辨识、AI 自动白平衡、AI 自动曝光、AI 景深效果，以及 AI 姿势预测。也就是就算你把脸遮住，它一样也能透过四肢牢牢的锁定你，继续追踪对焦。这些 AI 功能也都是延续下来的。哦，对了，这一代的 Sony AI 有新的名字，就叫做 Xperia Intelligence。而如果你就是希望完全手动调整拍摄，喜欢先前 Photo Pro 模式的朋友，那现在请直接选择专业拍照模式，在 Function 选栏当中，同样可以开启峰值对焦，然后开启 RAW 档加 JPG 同时输出。然后继承自 Alpha 相机的创意外观、眼部追踪、DRO HDR 切换、测光对焦范围、对焦模式，以及 Sony 引以为傲的每秒30张超高速连拍全部都在。但现在连拍还是专业模式独享，一般模式无法做到连拍，敲完赶快加回来。那不免俗的，肯定让大家享受一下这个超疗愈的 Sony 高速连拍。没错，刚刚这几秒已经拍了200张，心情不好的时候直接打开按个200张，真的舒服。这边也先来一组连拍样张供大家参考。你看，连拍快到可以组成影片了。顺带一提，如果是完全追求真实的朋友 ，Sony 也提供关闭计算拍摄的选项，算是非常少数提供把计算摄影和叠图关闭的品牌。而在录影上 ，Sony 依旧是犯规级的规格，3颗镜头也都支援 4K 120 FPS 慢动作，全部都有。4K 120对创作拍 B-roll 来说有多好用，真的不用我多说啊。有时候出门不想带相机，我都是直接拿 Xperia 打2颗 4K 120慢动作，回家就有画面可以用了。那除此之外 ，Xperia Mark 7也支援 4K 60全镜头无缝切换录影，不用停止就能切换镜头，并且你在切换焦段的时候，它跟先前的 Video Pro、Cinema Pro 一样，是可以自动慢慢 zoom 进去的。比如说我从 0.7 倍，然后切到2倍好了，你看它就会这样顺顺的 zoom 进去。当然镜组切换的时候，多少还是会有视差啦。那 Xperia Mark 7也有完整的专业录影模式，所以包括峰值对焦、防守阵设定、HDR。创意外观，以及超级好用的 S-Genitone， 然后收音模式调整、AI 产品模式、对焦模式等等也都被完整保留下来。不过稍微可惜的是，这代不在内建外部监视器以及 Music Pro。那 Music Pro 就可以在 Play 商店手动下载，外部监视器我们也测试了一下，虽然是可以成功装上 One Mark 6提取的 APK， 但并无法成功开启。好，所有相机功能讲完，然后我们这次很有诚意啊，准备了总共3组样张。第一组 Sony 自家旗舰对比，第2组主流国际品牌对比，最后一组入场对比。这节的样张大家同样可以当成上半年的旗舰对决抢先看。不过因为样张我们拍了几百张，所以我先把效能跟萤幕讲完，最后再来看，你们说好吗？好。
接着来看效能 ，Sony 同样用上了今年非常强的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处理器，搭配上12GB 的 RAM， 提供256以及512两种容量可选，并且与上一代的 Xperia Mark 6相同，这次也用上了 BC 均衡版，搭配大面积石墨散热片的散热结构，对长时间录影或是游戏来说都是好消息。不过稍微可惜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跑游戏效能测试，之后有机会再分享吧。那依照惯例，既然不能测效能，那我们就顺手来测相机的发热吧。我们直接来地狱测试，现在室外大概是31度，然后我们直接开录 4K 60 FPS， 旁边也摆上 A Gen 3的 Xperia One Mark 6当成对照组。可以看到 A Gen 3的 One Mark 6撑了40分钟停止录影，而新的 One Mark 7在31度的室温下成功录制超过2个小时，塞 VC 是真的有用啊！而在续航力和充电部分，这次 Xperia Mark 7同样搭载5000毫安时的电池，支援最高30瓦的有线快充和15瓦的无线充电，也支援无线反向充电，并且 Sony 官方标示，这组电池可以提供4年健康度的耐用寿命。此外 ，Xperia Mark 7也支援 Android 的各种 AI 功能，像是 Google Gemini 新版的语音助理，长按电源键就可以启动，并且也支援 Gemini Live， 可以跟 Google AI 用说话的方式即时问答聊天。除此之外，包括我个人最推的 Circle to Search，Xperia Mark 7也支援。这个功能真的是目前最真心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的 AI 功能，真的好用。用法也很简单，只要按下底部的小白条，接着出现这个魔幻界面，就可以直接圈起来，透过 AI 辨识搜寻。比如说你在滑 IG 看到了一个酷东西，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没问题，圈起来，答案就出来。又或是你看到不会的单字，没问题，圈起来，马上翻译。如果整页都看不懂，没问题，按这里直接整页翻译。另外，你还可以搭配相机使用，比如说你看到这一栋感觉大有来头的建筑物，但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没问题，直接打开相机，按住，圈起来，答案出现。又或是看到外文菜单也没问题，打开相机，按这里，直接整张翻译。反正还是那句话，不知道的事情按住直接圈，相信我，人生真的会少很多问题。此外 ，One Mark 7也支援 Google 项目里面的各种 AI。不过因为我在测试的时候还没上市嘛，所以 Google 还没开通 One Mark 7的名单。但是上一代的 One Mark 6已经开通了嘛，所以我这边也示范一下。只要在相片中按下编辑，然后点这个 AI 按键，就可以用包括 Magic Editor， 你可以放大、缩小画面上任何的物体进行自然生成。魔术橡皮擦，旅游景点神器，可以把路人都消除。魔术时刻，你可以把阴天的照片变成好天气，或是快要日落的黄金时刻等等。那要记得，编辑之前照片必须备份到 Google 相簿才能进行生成哦。安全辨识上，同样采用电源结合指纹辨识的设计，碰一下直接解锁，速度够快。而在通讯上，台版同样支援 5G 双卡双待，没有 eSIM。但比较特别的是 ，One Mark 7已经是一支 5G SA ready 的手机。等后续台湾的电信商开通 5G SA， 也就是独立组网之后 ，One Mark 7马上就能无缝支援。那在系统内也已经可以看到独立 5G 的选项可以开启，而在 WiFi 上则同样支援 WiFi 7网络。经过我们实测，的确可以成功连上6 GHz 的 WiFi 7频段。此外 ，One Mark 7同样支援 NFC， 可以使用 Google Wallet。并且 Sony 也正式宣布了 ，Xperia One Mark 7将会保证支援4代的 Android 大版本更新，以及6年的安全性更新，在更新年限上也是慢慢拉上来了，乐见其成。最后，我们来看影音娱乐。这次在 Xperia Mark 7上与上一代相同 ，Sony 采用了一块支援 LTPO， 可以在1到120Hz 更新率之间调节的 19.5:9 Full HD Plus OLED 荧幕。那这块荧幕最大的特色，去年其实很多人都已经验证过了，就是 Full HD 搭配上 LTPO 的硬体，让 Xperia Mark 6做到极其省电的续航表现。不过我个人可能还是会更期待下一代有机会拉到 1.5K 或是 2K， 然后开放 Full HD 和更高解析度，让使用者根据需求切换会更泛用。不过有个好消息是 ，Sony 这代居然破天荒的加入了前后双光线感应器的设计，没想到吧 ？Sony 居然是国际厂当中最先开始加上后置光线感应器的玩家。简单来说，现在在镜头模组闪光灯旁边的这一颗就是光线感应器。那比如说你躺在床上玩手机，一般手机最烦的地方就是自动亮度不准，因为荧幕朝下常常会不小心过暗。
而现在后面有一组光线感应器之后 ，One Mark 7就会透过前后2组感应器判断，给出更合适的亮度设定。那去年换上这块萤幕后，还有另一大亮点，就是萤幕亮度更高了。经过我们实测，在强光100%显示面积之下，可以轻松达到1540尼特的表现。在1%显示面积的峰值亮度下，更是直接飙破2360尼特，相当其上一代的2100尼特有所提升。反正去年换萤幕之后 ，One Mark 7的亮度就不用担心了，在太阳下也很够用。接着，当然少不了来测色域色准。Xperia One Mark 7同样提供了标准和导演2档显示模式可以选择，并且在标准模式下也是直接冠上了 Bravia 的 logo， 所以不再只是同款技术，而是 Bravia 团队直接操刀 One Mark 7的色彩调教。这代同样拥有 Sony AI 的加持，他们在手机里内建了10亿笔的色彩资料表，那透过资料表的映射，就可以让 One Mark 7得到跟 Bravia 旗舰电视相同的色彩科学和调教。而在色域实测上，我们就切换到导演模式进行测试。首先是 sRGB 条件下 ，Xperia One Mark 7的确会进行色域限缩，并且达到 98.4% 的 sRGB 色域覆盖。而看到色准的话 ，Xperia One Mark 7依旧非常强。这次在标准和导演模式下都有暖、中、冷3档的白平衡选择。标准模式预设为冷，也就是 7500K； 导演模式预设为中，也就是 7000K。如果你很追求色准，那就记得调整为暖，对应的就是 D65， 也就是 6500K 的色彩标准。在标准模式的暖色白平衡之下 ，CCT 丢台可以达到非常精准的 0.22， 这个数字小于2就已经是非常准的意思，小于1就是色准非常优秀的意思。而在导演模式的暖色下 ，CCT 丢台更是可以达到更扯的 0.2。重点是，在这个设定之下 ，sRGB 色彩丢台更是可以达到超级可怕的 0.57， 最大丢台更是只有 1.4， 这就是目前手机界超级准的一块萤幕。不过可惜的是 ，P3 受限于 Android 的系统限制，我们并无法进一步准确测量。而在音效上 ，Xperia Mark 7同样选了 Sony AI 的作品 DC Ultimate 数位音质还原技术，无论是耳机还是外放都能开启。那包括 LDAC、360 UpMix、Dolby Sound 也都可以在 One Mark 7中开启。而在外放上，这代 One Mark 7虽然官方没有提到硬体是否有调整，但有提到这代的外放在低音和中音表现上会比过往再强 10%。但因为 One Mark 7本身就已经是越来越少见采用双前置喇叭设计的手机，在表现上是真的肉耳可听的不错，大家到时候可以到现场去玩。以下帮你提供一组对比供大家参考。最后 ，One Mark 7同样拥有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那先前的侧面感应，也就是侧拉快捷选单，还有设定非常细节、很好用的游戏增强器，这次都有保留下来，并且游戏增强器也支援开启 HS 电源控制，也就是在充电的时候，系统会绕过电池，直接对主板供电，减少电池发热影响效能，非常实用。进入到样张环节，我们首先来看日拍。
接着在录音表线上，以下提供一小段样片让大家参考。
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虽然我们尽力都测了，但是因为机器能测的时间稍微有限，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有任何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还想看什么。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